你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种人？他不一定职位最高，也不一定话最多，但在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老板总会下意识的问他一句：“你怎么看？”不是走流程，不是客套，而是呢，如果没有听到他的判断，这个决定就很难拍下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，这是向上管理系列的最后一期。在这一期，我们不聊升职，也不聊加薪，只聊一件事情：在职场里，影响力的终极状态到底长什么样？很多人对向上管理呢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是，他们老以为向上管理的重点是老板信任我，老板愿意听我说，老板支持我的方案。但如果你在职场里待得够久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件更残酷但也更真实的事情：真正有分量的人不是被支持的人，而是呢被依赖的人。我们先把这个概念说清楚，什么叫做决策依赖？不是老板什么都听你的，也不是呢你总能拍板，而是呢在关键判断之前，老板会觉得少了你的判断，这个决定不托底。注意这和信任不一样，信任是你把事情交给我，我能够做好；而依赖是我在做判断之前需要你的视角来确定我没有跑偏。那问题来了，这种决策依赖是靠拍马屁拍出来的吗？是靠一两次表现能表现出来的吗？都不是。如果你回头看那些真正被依赖的人，他们身上往往有3个非常稳定的特征。那第一件是他们长期和老板的逻辑同频，注意这不是观点的一致，而是逻辑的一致。也就是说，老板关系怎么变量，他们心里非常清楚。老板在犹豫什么，他们能判断出来，所以呢，他们说的话很少是我觉得，而更多的是如果按你刚才那个判断继续往前推，后面会有一个点可能需要注意，这个方向成立的前提和你刚才提到的那2个条件高度相关。他们呢不是在输出观点，而是在接住老板的思维，再往下走。第二件事，他们用结果不断验证判断的可靠性。真正的依赖呢，不是情绪出来的，而是呢被验证出来的。你会发现这类人很少在判断阶段说得特别慢，而是呢一旦判断落地，结果往往是稳定的，不是呢次次大成功，而是呢很少翻车，很少让人收拾残局。那久而久之老板心里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，有他参与过判断的事，大方向基本上不会出问题。那第3件事，他们补的是老板的短板，不是来跟老板抢位置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真正的决策依赖从来不是你比老板强，而是呢你刚好补在老板最不擅长但又必须面对的那一块上。所以有的人呢擅长猜风险，有的人呢擅长看执行的后果，有的人擅长从外部环境拉回到现实的约束。他们做的从来不是抢判断权，而是让判断更加完整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老板在问他们意见的时候，语气往往不是命令式的，而更像是你帮我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我没有想到的地方。但是这里你已经不需要来刻意证明自己。那到这里你再回头看我们前面11期所有讲的内容，其实都是在为这一刻来服务。为什么不能越位？为什么不能早说？为什么不能急着判断？不是因为你不行，而是因为决策依赖必须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。一个让老板不安的人不可能成为决策依赖，一个总是只会制造判断压力的人只会被提防。所以呢，如果你问我向上管理的终局到底是什么，那我的答案呢只是一句话：不是让老板更重视你，而是让他在关键的时候离不开你的判断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把整个系列来收一下。向上管理这12期从来不是在教你怎么表现、怎么争、怎么强，而是呢来帮你建立一套长期稳定、低风险的职场影响力。那当你真正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升职加薪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那最后有一句话作为这个系列的结束语，那真正的向上管理不是让老板记住你说过什么，而是让他在做判断的时候想起你。我是老方，这呢就是向上管理系列的全部内容。我们下个系列见，拜拜。